嘿嘿，這種神一場鬼一場的兩面性，真是讓人又驚喜又無力。拉什福德在巴薩進球助攻雖然不斷，但他的風格和巴薩真的格格不入。這要是真在決賽巴塞呀，不僅是球隊參加不了世界杯，所有的球員和教練估計也會被重罰，會被長期禁賽。所以塞內加爾足協領導估計要回更衣室才突然想起來，我們進了26年世界杯呀，趕緊又上去，不然怕是要被取消名額。英超的球迷和球員都那麼愛格拉利什，他的屁股太有誘惑性了，所以平均10分鐘就要被對手踢倒一次。朋友們，今天的新聞，巴塞羅那竟然輸了。在占盡優勢的情況下，這場球怎麼能輸呢？還有非洲杯的決賽發生了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補時階段裁判判給東道主一個點球，這引發了塞內加爾的抗議，甚至直接威脅要罷賽。而另一方面，水晶宮隊和主教練格拉斯納的關係是徹底掰了，雙方將怎麼解決這個公關危機？那麼咱們的節目這就開始，喜歡的話歡迎您點讚、熱推、評論和分享，別忘了幫老 K 點個訂閱，謝謝。今天的西甲，巴塞羅那終於輸球了，終結了自己的11連勝，1-2客場輸給皇家社會，有點抽象，有點抽象。上半場第32分鐘，對方奧亞薩瓦爾一記精彩絕倫的凌空抽射破門，近高遠低，這一腳左腳抽射呀，打的是近角，因為球速太快，守門員也沒有辦法。那麼直到下半場第72分鐘，亞馬爾助攻，拉什福德頭錘扳平比分。亞馬爾一個人在禁區內吸引了對方4名後衛的防守注意力後，非常輕巧的一個左腳外腳背挑傳，太寫意了。可是好景不長，僅僅1分鐘之後，主隊迅速做出反應，格德斯抽射破門1-2。這個球也怪不得门將已經撲出去2次，但巴薩的後防線仍然像紙糊一樣。第89分鐘，對方的索萊爾飛鏟佩德里，主裁在觀看 VR 之後直接紅牌將他罰下，這個鏟球直接鏟在了佩德里的腳踝上，真是太嚇人了。值得一提的是，本場比賽巴塞羅那的進球被吹了3個，空門自己卻丟了2，還有門框幫着對方撲了5個球，雷米羅又撲了8個球，還有本賽季皇馬去皇家社會的主場，當時赫伊森倒數第3人回防犯規被直接紅牌罰下，那個動作在皇馬的球迷看來最多只是黃牌，所以本場只要看到這個主裁判就知道肯定是牌子滿天飛。今天巴塞羅那這種都能輸，有點像咱們 FM 足球經理遊戲裡面所謂的系統局，看得巴塞羅那球迷是力竭呀。最痛苦的是自家的中後衛庫巴西，防守的站位極為離譜。另外就是佩德里被鏟的這一腳都快被鏟成重傷了，對方的索萊爾還在裝無辜。這個球真的太恐怖，也沒想到佩德里居然那麼快就又站起來。在1-2落後的情況下，佩德里作為中場統帥，心態有些着急。不過偶爾輸一場球，老 K 覺得沒有什麼不好。冷靜下來，放鬆心態，最重要的是世界杯啊！在老 K 眼裡，本賽季西甲的冠軍巴塞羅那應該問題不大。而今天的亞馬爾仍然是一個鞋釘級的越位，也許就是鞋子大了一碼。本場亞馬爾嘗試過人15次，成功過人11次，關鍵傳球7次，均為全場最高。最後10分鐘在落後的情況下，亞馬爾也急了，但沒辦法，主要還是上半場奧爾莫和費蘭托雷斯終結能力太菜。我總感覺亞馬爾越踢越好，今年他的腳頭肉眼可見的比過去硬得多了。說真的，看巴塞羅那的球主要就是看佩德里和亞馬爾。今天要不是上半场自己的哥們儿浪費機會，早就助攻帽子戲法了。而今天的拉什福德替補上場了27分鐘，仍然继承了曼聯球員自帶的那種神鬼二向性。奥爾莫今天是差點運氣，打了60分鐘光在打鐵，所以把拉什福德換上來，運氣也是實力的一部分嘛。拉什福德換下奧爾莫之後，很快就進一個，這種神一場鬼一場的两面性，真是讓人又驚喜又無力。拉什福德在巴薩進球助攻雖然不斷，但他的風格和巴薩真的格格不入，永遠不往前插，永遠在等腳下球。好不容易進了禁區嘛，腦子短路，腳下也容易拌蒜。但有一說一，本場的表現已經很進步了，但仍然有些懶，看他踢球不太開心，一臉抑鬱。現在關於拉什福德的新聞也是神一場鬼一場的，一會兒說買斷，一會兒又說不買斷。今天的報道，巴薩考慮買斷拉什福德，但也不排除嘗試就轉會費再進行談判。說是更衣室層面，拉什福德的融入速度超出預期，和巴薩的隊友們正在迅速建立起良好的關係。他日常相處的氛圍也被認為十分正面。拉什福德本人倒是明確希望加盟巴薩。數據層面嘛，起碼有一定說服力，代表巴薩首發出戰了18場比賽，貢獻8粒進球，9次助攻。而今天的媒體莫名其妙
每日體育報爆出來說，巴塞羅那提前關注未來有可能的主帥人選，包括恩里克，包括阿爾特塔。報道寫，現在歐洲足壇帥位更迭頻繁，巴塞羅那目前倒是難得的穩定。俱樂部對弗里克的執教規劃明確且偏向長期，但同時也在為未來提前做好技術層面的預案。在巴塞羅那，俱樂部對弗里克的信任被認為是近年來最成功的決策之一。巴薩內部和球迷層面普遍希望這位德國教練能夠長期執教球隊。弗里克到任後對陣容進行了調整，而且最大程度激發了巴薩球員的競技狀態。他在日常管理中的自然的風格，還有很高的要求，都獲得了高度認可。目前他的合同有效期到2027年6月。從現實的情況來看，至少本賽季和下賽季，弗里克都會繼續執教巴塞羅那。正如此前公開的信息以及俱樂部方面的表態，巴薩希望在合適的時機進一步延長他的合同。不過弗里克本人倒是保持謹慎態度，他更傾向於循序漸進，根據自身感受做出決定，不急於綁定更長期限的合同。但他也明確表示，對俱樂部和城市的生活感到非常滿意。與此同時，巴塞羅那也在履行俱樂部的常規規劃，提前關注未來可能的主帥人選，前提是主教練的更替盡量推遲發生。在對巴塞羅那未來可能的主教練相關討論中，有2位教練的名字被反覆提及，其中之一是路易斯·恩里克，現在的大巴黎主教練，但外界普遍認為他不會在大巴黎執教太長時間。第二是阿爾特塔，目前執教英超的領頭羊阿森納，也是當今足壇最受關注的教練之一。這2位評價都極高，一旦未來和巴塞羅那產生交集，預計也將得到球迷的普遍認可。教練接班的問題仍然屬於長遠的規劃，但在俱樂部高層的視野中，最受青睞的候選人之一正是有着巴薩背景的路易斯·恩里克和阿爾特塔。好，另外巴塞羅那傳奇中場已经退役的伊涅斯塔，現在已經進入摩洛哥足協的考察範圍，想邀請他加入主教練的技術團隊。今天的非洲杯決賽，塞內加爾1比0戰勝了摩洛哥奪冠，老 K 的預測又落空了。本屆非洲杯在摩洛哥舉行，搞得太黑了。第一，整個安保跟鬧着玩一樣。塞內加爾隊在決賽要去丹吉爾火車站，竟然連個開道的警車都沒有，到了車站就幾個車站的保安在那兒。結果塞內加爾全隊被球迷們擠在車站的過道裡，動彈不得。這要出點什麼事兒，誰能負責呀？第二，酒店和訓練場也是瞎搞。酒店是塞內加爾發出了正式的抗議書，最後才解決。決賽前一晚才住進了5星級酒店。訓練場就更離譜了，原本居然安排和摩洛哥隊用一個基地，到決賽前一天都沒有一個單獨的訓練場，這讓塞內加爾怎麼備戰？最後在決賽現場又故意添堵，全場都是噓聲加哨子，甚至連首發名單都能印錯，把主教練打成了尼日利亞的，連庫里巴里都不在名单，居然還上了大屏幕。最後就是票也不給塞內加爾，不給塞内加爾官方放票，自家球迷都没法好好支持。所以決賽前塞內加爾發飆，說是要告非足聯。好在最後依靠94分鐘帕普蓋伊的進球，終於1比0戰勝摩洛哥，得到了非洲杯冠軍。這也真的算是正義必勝啊！最黑暗的比賽終於有了一個最美妙的結局。本場比賽最有戲劇性的階段就是最後下半场的傷停補時階段。在一次爭搶高球的過程當中，哈吉迪烏夫被認為在禁區內拉倒了布拉辛迪亞斯。主裁判觀看 VR 之後給了摩洛哥點球。這個判罰加上此前摩洛哥的各種黑，徹底引發了塞內加爾隊的憤怒。在教練的帶領下，球員全部都走到場邊，決定要罷賽。比賽因此被中斷了長達20多分鐘。而且更加離奇的劇情還在後面，遭了點球的布拉辛迪亞斯竟然主罰一個勺子點球，完全被塞內加爾門將猜到沒收。90分鐘的比賽以0比0的比分結束，進入了加時賽。加時賽開場不久，帕普蓋伊就為塞內加爾隊攻入了打破僵局的進球，最終成功奪冠。今天的決賽，如果塞內加爾真的罷賽了，後面真的是難以收拾啊！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就正坐在包廂上，也是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那煮着。對了，關鍵是塞內加爾隊還進了26年的世界杯，這要是真在決賽罷賽呀，不僅是球隊參加不了世界杯，所有的球員和教練估計也會被重罰，會被長期禁賽。所以塞內加爾足協領導估計要回更衣室才突然想起來，我們進了26年世界杯呀，趕緊又上去，不然怕是要被取消名額。所以也沒有球員真敢罷賽，
這些球員大部分都在歐洲踢球，他們如果真的罢赛，在歐洲就不能踢球了，那經濟上的損失就大了去了。好在正义必勝，最後那個點球沒進，如果真進了，整個非洲都要炸掉。不過有一說一，迪亞斯踢之前感覺就进不了，當時他深情的親吻足球，下場後呢又自責，哭得像個小淚人。許多球迷說是故意不想踢進去，老 K 倒覺得演技沒有那麼真。這個點球的詭異程度真的是無敵啊，看了這麼多年球很難見到。最後想一想，當時踢勺子感覺合理，但一想又感覺很不合理，特別是門將冷靜的太詭異了。摩洛哥的球員都準備衝上去補射，結果發現被抱住，直接都在抱頭。看完非洲杯，老 K 覺得吹偏哨還是要有水平的，全世界都知道会有主场哨，結果主裁判在补时階段先把塞内加爾的好球給吹掉，到了補時最後時刻再判個點球，這不等於是一點機會都不給塞內加爾嗎？就差裁判直接拿着獎杯上去給摩洛哥頒獎。就最後時刻這種點球，裁判你真想吹，很多莫須有的動作你都能吹，最後才吹，那怪不得塞內加爾要選擇罢赛。所以非洲足球運動員老 K 很喜歡，但非洲杯嘛，看不看都那回事。那麼梅西34歲才幫阿根廷拿到美洲杯冠軍，而塞內加爾的馬內33歲幫助祖國拿回非洲杯冠軍。今天在奪冠以後，塞內加爾的主教練談到了馬內。此前馬內曾宣布這將是他最後一屆非洲杯，但主教練說，這個決定不完全由馬內一個人來做，人民希望他繼續踢下去。我認為這是他一個一時衝動下的決定，國家不同意，我作為主教練也不同意。我們希望盡可能長時間的留住馬內，他代表着非洲，代表着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需要像他這樣的人，他的謙遜、教養以及為塞內加爾拼盡全力的態度。他為了2022年的那顆星付出了一切，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他離開嗎？至少我不願意。好，無論如何，非洲的這一屆大賽已經落幕了。非洲足聯迫不及待地宣布，這一屆摩洛哥非洲杯是史上商業最成功的一屆，營收同比增長了90%。尤其是非洲足聯攜手了日本知名的遊戲廠商 Konami， 依靠它的實況足球 eFootball 正式進軍電競和遊戲產業。非洲足聯自稱，非洲杯正在從區域的一次盛會邁向全球足球版圖中不可忽視的一擊。哈哈，那麼好吧，算是黑哨當中不可忽視的一擊吧。好，那麼巴塞羅那的伊涅斯塔現在被納入摩洛哥足協的整體規劃，很有可能在技術體系中擔任某項具體的職務，具體角色還有待進一步明確。伊涅斯塔本人在近期的公開表態中也曾經表示，希望繼續和頂級足球保持緊密的聯繫，並通過系統的學習，逐步向技術崗位或體育管理的方向發展。無論是未來執教當主教練，還是在俱樂部或足協層面承擔更高的責任。伊涅斯塔是老 K 兒子最喜歡的球員，希望他的未來人生一切都走好。那麼最近由於一系列事件的累積，亞馬爾和皇馬的關係變得水火不容。西班牙主教練對此憂心忡忡，擔心會影響西班牙隊的世界杯征程。雖然眼下的緊張局勢還遠遠沒有達到當年瓜迪奧拉和穆里尼奧分別執教皇馬和巴薩時期兩隊球員針鋒相對的激烈程度，但現在西班牙主教練德拉富恩特還是因為隊內幾名常客之間，尤其是亞馬爾和卡瓦哈爾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夜不能寐。2026世界杯的征程已經箭在弦上，任何意外風波都可能讓西班牙队的奪冠夢想化為泡影。所以選人用人方面，主教練是盡显良苦的用心，在每一期国家隊大名单的遴選上都反覆斟酌，精挑細選。像當初他果斷棄用皇馬舊將拉莫斯的決定就是一個例證。此後一系列選人決策，他都會全面權衡所有的潛在因素，預判每一個選擇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像現在巴塞羅那的門將胡安加西亞異軍突起，而經過西班牙隊教練組的耐心觀察和等待，他如今也叩開了國家隊的大門。總的來說，團隊的凝聚力一直是西班牙隊高歌猛進的基石，而這份凝聚力的核心正是球員之間要有毫無隔閡的融洽關係。所以西班牙足協正在迫切期待亞馬爾和皇馬之間的緊張關係能夠盡快回歸正軌。好，今天另外的比賽 AC 米蘭意甲1-0小勝萊切，繼續保持了在積分榜上對國際米蘭的壓力，目前僅差第一名3分。在第73分鐘帶傷上陣替補出場的菲爾克魯格，僅3分鐘就用一記近距離的頭球攻門轟開了萊切的球門，也就依靠這一個在 AC 米蘭生涯的首球，幫助球隊1-0擊敗了對手。憑借決定性的表現，他在球迷投票評選當中榮獲全場最佳。除了進球之外，菲爾克魯格上場之後2個頭球擺渡也相當好，
身體恢復得很好，未來絕对是貢獻良多啊！這場打完，米蘭本賽季意甲已經連續20場不敗，要知道這可是過去33年來的首次，上一次還是1992年，當時卡佩羅執教時期連續23輪不敗。而進球之後，菲爾克魯格也成為 AC 米蘭隊史上在意甲破門的德國球員的第3人。在他之前有比埃爾霍夫的36個進球和齊格的4個進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替補出場只有8分鐘的莫德里奇一腳外腳背，這種球米蘭多少年沒有看到過了。銷魂的長傳非常瀟灑，對莫德里奇所有米蘭球迷的心願就是再續約1年吧。好，今天羅馬隊客場也2比0戰勝了都靈，繼續在意甲排名第4，領先第5的尤文圖斯已經有3分。這場球迪巴拉出場76分鐘，1個進球1個助攻，傳球成功率 87%， 被意甲官方評為全場最佳。另外，馬德里競技也依靠瑟洛特的1個進球，主場1比0小勝阿拉維斯，在西甲多賽1輪的情況下追平了比雷亞雷亞爾，並列第3。不過落後榜首的巴塞羅那已經有8分。那麼今天曼城20歲的阿根廷中場小將埃切維里租借加盟了赫罗纳，赫罗納也是曼城在西甲的衛星俱樂部，這相當於從集團總部調去分公司。那麼河床過去的3個太子阿爾瓦雷斯、埃切維里和馬斯坦托諾目前齊聚西甲。埃切維里真有些可惜了，來曼城的時候多少厚望，但是幾乎沒有撈到任何出場機會。租借去勒沃庫森也只有3次首發，由於機會太少，曼城也就把他轉租到赫羅納。赫羅納現在西甲排名第18，急需要新鮮的血液幫助他們保級。另外就是熱刺主教練弗蘭克的處境已經極度危險了，下課只是時間問題，未來幾天可能就會有答案。還有就是關於切爾西想引進雷恩球員亞凱。現在雷恩隊方面期望亞凱能夠刷新队史的轉出記錄，也就是大概6500萬歐元的價位，但這個價錢對切爾西來說無疑有些太貴，所以談判仍在繼續。亞凱個人已經對切爾西敞開大門，個人條款已經不是問題了，關鍵就在俱樂部之間最後怎麼談。總之，20歲的後衛傑里米·亞凱是切爾西希望在東窗簽下的中後衛目標。而即將官宣加盟曼城的新援格伊的專机在降落曼徹斯特前曾經遭遇突發情況，原定的降落計劃臨時取消，飛機於是在飛越曼徹斯特機場後在市中心盤旋。這可能是由於當時有一架大型飛機意外進入了跑道，迫使格伊的飛機臨時取消降落。據說在當時緊急取消降落的決定的時候，格伊的飛機距離地面已經相當近，好在最後有驚無險。而因為錯失了格伊，利物浦隊現在對國際米蘭的後衛巴斯托尼燃起了興趣。老 K 作為老牌的國際米蘭球迷，巴斯托尼是可以賣掉的，關鍵是價錢。他其實並不是一位頂級的防守型後衛，但是一位技術最全面的後衛，所以想使用巴斯托尼，必須要教練為他設計專門的戰術，作為球隊多變戰術的一個發起點，這一定可以豐富利物浦的戰術。總之，對巴斯托尼必須要像對維爾茨一樣要有耐心。但另一方面，去了英超，巴斯托尼很可能被打穿呀，在意大利國家隊的表現就菜得要死。那麼最近，水晶宮的主教練格拉斯纳在賽後對俱樂部高層進行開炮，現在雙方的關係極度緊張，但水晶宮已經決定不主動解雇格拉斯納，希望他能夠履行完現有的合同。格拉斯納在輸給桑德蘭的比賽之後，对外宣布自己將在賽季結束後離開，這個消息令水晶宮俱樂部高層措手不及。據說現在熱刺隊有意要引入格拉斯納，但水晶宮方面希望熱刺能夠支付補償金。而水晶宮的主席史蒂夫·帕里什告訴了格拉斯納，如果他想在賽季中期離開俱樂部，就必須自己辭職。最新的消息，水晶宮計劃想讓他留任到本賽季結束，雙方已經進行了積極的溝通。水晶宮隊仍然想增加自己競爭歐戰資格的希望，但有一點，主教練格拉斯納現在還沒有和俱樂部的主席進行過溝通。總之，這一次曼城隊砸錢挖格伊，對水晶宮隊的內部關係進行了極大的震動。下一輪水晶宮主場對陣切爾西，無疑這對切爾西來說是極大的利好。OK， 另一方面，今天阿森納的邊後衛金琴科已經即將租借加盟阿賈克斯。本賽季上半段，金琴科被租借到了諾丁漢森林，但由於受傷等等原因，只在英超完成了4次首發。金琴科和热蘇斯是當年阿爾特塔到了阿森納之後技術扶贫帶來的。現在阿森納已經崛起，但球迷們不會忘記他過去做出的貢獻。隨着今天狼隊0比0戰平紐卡，維拉隊0比1在主場輸給埃弗頓，那麼本周末的英超也許是球員們太累了，9場英超比賽一共只產生了14粒進球。
要知道，這是自2022年10月15日以來單一周末進行至少9場比賽的情況下进球最少的一次。最重要，积分前3的英超球队竟然一個球都沒進，甚至3強加在一起就只拿了1分。所以阿森納靠自己不如靠別人。這輪阿森納踢成這樣，從領先6分變成領先7分了。咱們先看一下埃弗頓1-0終結了維拉在各項賽事主場的11連勝。下半場第59分鐘，保托雷斯停球失誤，麥克尼爾的遠射被撲，巴里輕巧的挑射破門。這場球埃弗頓和維拉都已經無人可用。不過隨着非洲杯的結束，英超球隊最困难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那麼這個周末在掉鏈子這件事上，阿森納過去經驗豐富，所以前3一起掉鏈子。曼城和維拉掉得更乾脆利落一些。埃弗頓的球迷今天一看首發，帕特森和勒爾都首發了，本來不抱幻想，沒想到今天埃弗頓的勒爾開竅了。23歲的德國球員勒爾來自德甲的弗賴堡，他是以租借加強制買断條款加入埃弗頓，據說買斷金額大概2000萬歐元。今天在中場跑動很積極，覆蓋了整個全場，還擊中了門框1次。而埃弗頓的頭號球星，咱們曼城租借過去的格拉利什，今天仍然被犯規6次，還是全场最高。格拉利什打滿90分鐘，他的跑動熱點圖覆蓋了整個埃弗頓的左路。此前在埃弗頓1-1戰平狼隊的比賽中，格拉利什因為諷刺性的給裁判鼓掌，2黃變1紅，竟然被裁判罰下。過去有一段時間格拉利什的狀態不太穩定，但最近狀態正在回升。主要還是埃弗頓去了非洲杯2個絕對主力，沒有人給格拉利什分散敵方的火力。今天在場上他的控球能力依然無敵，可射門能力也是依舊拉垮。英超的球迷和球員都那麼愛格拉利什，他的屁股太有誘惑性了，所以平均10分鐘就要被對手踢倒1次。今天對陣維拉，過去自己的舊主前維拉主教練迪恩·史密斯本周在播客節目上對過去的弟子格拉利什讚不絕口，還說維拉隊應該在青訓學院外為格拉利什設一座雕像。迪恩·史密斯說，因為格拉利什是從維拉的青訓營冒出來的，並且以1億英鎊的價格離隊，從而幫助維拉隊取得了如今的成就。他首先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人，我和格拉利什的關係到現在依然很牢固。我曾經對他說，傑克，除非你提高自己的數據，否則你就不能去做你想在職業生涯中做的事情。我必須讓他明白這一點。突然間他有所頓悟，他在進攻3區表現出了你期望從他這種水平的球員身上看到的那種水準。而他在場外的生活，他有時候是不是會遇到麻煩？是的，哪個年輕人不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呢？但由於格拉利什就是那樣的一個人，所以事情就變得比原本應有的會嚴重得多。有幾次傑克·格拉利什跑到我的辦公室來，我總是說，傑克，聽着，我不介意你出去玩，但別把麻煩帶到我家門口，別讓我知道這件事兒。要是我發現的話，你就麻煩了。格拉利什有時候是不是需要人引導一下？是的，但他有獲勝的意志，有那樣的天賦和如此強烈的求勝慾望。有幾次我在訓練場上不得不讓他冷靜下來，因為他會對特里或理查德·奧凱利的一些判罰感到不滿。有時候他會對周圍球員的水準不滿意，但幾分鐘以後又會回到快樂的傑克的狀態了。我真的很喜歡和他一起工作。過去我們維拉曾經去布雷肯山進行團建，格拉利什當時和麥金決定偷偷溜出去狂歡。他聽從了我的警告，決心把這次狂歡聚會保密進行。但後來他們在我的帳篷外發出的那種醉酒狼嚎的聲音泄露了秘密。我知道球員們可能會說，我們是英超球員，你帶我們來這兒幹什麼？但我只是想做些他們平时不會做的事兒，睡在帳篷裡，重溫自己兒時的純真時光。傑克·格拉利什和約翰·麥金已經算出，我們距離當地的一個村莊裡的酒吧大約有1英里遠。顯然有幾個隊員本應該和他們一起去的，但卻沒去。我對這件事並沒有感到惱怒，反而對他們的大膽和機智我感到很自豪。這是球員身上讓我欣賞的一點。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很少見了。我認為這類事情能在更衣室裡營造出一種氛圍。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居然在黑暗中走了整整1英里。他們穿着阿斯頓維拉的訓練服走進了酒吧，據說他們在那裡做了一個秘密交易。格拉利什对他们說，如果你們不談論這件事，我就請大家喝一整晚的酒。哈哈，他們就是這麼做的。所以看到他現在取得的成就，我感到無比自豪。人們當然仍然會批評他，還會質疑他在曼城有點失去自我，但看看他在曼城所做的一切，看看他在那裡贏得的那些獎杯，我只會為他感到驕傲。他來自一個美好的家庭，我對他唯一的遺憾大概就是他回到維拉時所遭受的那番待遇了。
所以是的，格拉利什確實是阿斯頓維拉的青訓最強產出。不過他離開維拉的方式相比於賴斯不那麼體面，但是給維拉隊留下了那麼多錢，而且最後賴斯走之後也被西漢姆的球迷罵，這種事兒啊，众口難調。對了，本賽季進行到現在，格拉利什是英超被犯規次數最多的球員，排在他身後的有森林隊的安德森，有紐卡的吉馬良斯，還有森林的內科威廉姆斯和曼聯的多爾古。今天的比賽，埃弗頓的球迷看到維拉替補換上了迪涅，而埃弗頓自己的首發卻是米可連科，哈哈，這都是過去主帥貝尼特斯的鍋。今天阿森納的球迷熬夜看了這場球，真是賺大了，連續2場阿森納的0-0，最後竟然還多拉開了1分的差距。那麼維拉雖然輸了也沒什麼，就像主帥埃梅里賽後說的，這個結果不意外，因為對手埃弗頓的競爭力非常強。現在是第22輪，我們維拉已經拿到了很多積分，這是我們的優勢。但我們今天可以輸球，下周也可以輸，也可能打平，也可能贏。到目前為止，我們維拉整個賽季的表現都非常好，只是今天輸了。當然我們會重新振作起來，因為我們目前排在英超聯賽第3。所以老 K 個人覺得埃梅里這樣的心態就非常好，就算最後只能拿到前5進入歐聯，對維拉也是巨大的勝利。當然了，現在手握对第4名利物浦有7分的積分優勢，我相信他們會咬緊牙關的。而這一場贏了之後，本賽季埃弗頓已經取得5場英超客場的勝利，只有埃弗頓的6次客場勝利比他們更多。而且自主教練莫耶斯從2025年1月重新出任埃弗頓主帥以来，他回歸後的首場聯賽客場比賽，從那算起，埃弗頓在英超客场已經取得10場勝利，這個成績和同期的阿森納並列第1。莫耶斯的球隊客場踢得更好，和他的踢法和戰術有關係。目前埃弗頓暫時排在第10，但距離第4名的利物浦僅有4分的差距，這也就能彰顯出英超聯賽從第4到第10的爭奪會有多麼的激烈。賽後莫耶斯也承認，埃弗頓俱樂部冬窗確實想引入一些球員，但當前轉會市場非常困難，球隊正在努力，但最終是否能有所收穫也無法確定。莫耶斯對埃弗頓這樣的中游球隊來說，不僅是一個好的主教練，也是一個好的 manager。 對了，這裡老 K 還必須講一件過去的趣事兒。當年還在2005年，阿爾特塔年僅22歲，正是莫耶斯慧眼識珠，像伯樂一樣將22歲在皇家社會發展不太順利的阿爾特塔通過先租後買的方式帶到了埃弗頓，也為阿爾特塔打開英超大门。這是阿爾特塔球員生涯甚至主教練生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當時22歲的阿爾特塔到了莫耶斯的埃弗頓之後，被給予了核心中場的位置，也為球隊在2004到05赛季拿到英超第4和歐冠資格奠定了基礎。並且莫耶斯當時对阿爾特塔的信任還讓他嘗試不同的位置，激發潛能。2009年阿爾特塔還遭遇了前十字韌帶重傷，也是莫耶斯給予了極大的耐心和支持，幫助他康復，幫助他重返賽場。所以後來阿爾特塔也曾經直言過，莫耶斯管理团隊和個人的方式對自己的執教思路有深刻的影響。甚至阿爾特塔當主教練前還專門諮詢過莫耶斯，莫耶斯也給他提供了一些支持和建議。莫耶斯在埃弗頓打造的那種球隊氛圍和文化建設方面的經驗，成為阿爾特塔日後執教阿森納的重要參考。2011年8月31日，阿爾特塔從埃弗頓轉會到了阿森納，轉會費是1000萬英鎊。那個時候阿爾特塔已經28歲了。此後阿爾特塔就沒有再回到莫耶斯手下效力，兩個人再一次見面就是在互相的教練崗位有過賽場上的交鋒，這也是一段足壇的佳話。如果沒有莫耶斯的提攜，阿爾特塔不可能跳上阿森納的平台，也不可能40歲就能執教豪門。當然了，如果莫耶斯沒有帶他走，阿爾特塔在西班牙也沒啥不好。不過英超的大舞台來說更加海闊天空嘛，所以我們誰也不知道現在的格拉利什在莫耶斯手下未來是不是也會成為一代名帥。好，今天另一場比賽，老 K 在北京時間周日的晚上10點給大家直播了狼队对纽卡。未来周六和周日北京时间的晚上，老 K 都盡量直播。今天狼隊的比賽打得可以，尤其老 K 喜歡的還是黃喜燦，但是他的球權太少。而今天狼隊的主教練將馬特烏斯·馬內頂在前面當高中鋒，不過身體雖然好，速度卻有些差，下半場也沒有體力了，想玩人球分過不去。那麼今天狼隊跟紐卡打得有來有回，雙方都有機會。紐卡這邊最顯眼的仍然是沃爾特馬德，可惜有一個頭球還沒有達到比埃爾霍夫當年的功力。不過沃爾特馬德包括他的無球跑位很有靈性，世界杯的德國隊正选中鋒應該就是他了。紐卡這支球隊依靠自己主場和裁判之間不可描述的那些事兒，是典型的主場龍客场蟲。本賽季打平之後11場客場比賽2勝4平5負，其中有6場沒進球。
主帥埃迪豪屬於主場爭勝、客場保平式的教練，而狼隊的最新主帥羅伯·愛德華茲接手球隊以後，先是7連敗，可最近5場連續5場不敗，2勝3平，其中還包括3比0擊敗了西漢姆聯隊和足總杯6比1擊敗了史魯斯波利。那麼今天的直播中，老 K 也說過了，現在的狼隊已經沒有了心氣兒，主要是中國資本、復星醫藥集團那邊沒有了想法，所以狼隊大概率降級，降級之後就全靠羅伯·爱德華茲了。既然没有了心氣兒，没有了雄心壯志，沒有了股東的大筆投資，那麼首先降級之後就廣積良深挖洞，充分挖掘現有球員的潛力，也跟主教練羅伯·愛德華茲實現一個良好的互動。像狼隊這樣的英格蘭中下游球隊，未來最好的戰略就是綁定一個像埃弗森的莫耶斯那樣的長期执教的主教練，通過球队和主教練的長期互相互动、互相綁定，你不離開我，我也不炒你，那麼緩過來還是有機會再升級的。羅伯·愛德華茲過去在米德爾斯堡僅僅執教了4個月就來到了狼隊，他最近在採訪中也說，執教狼隊一直是我的夢想。最近1個月我們狼隊的表現還不錯，現在我們沒有輪換，這段時間確實很艱難，有許多比賽要打，但由於我們狼隊不踢歐戰，所以並沒有參加大量的比賽。我們現在正在重新和球迷們建立感情，但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因為過去這段時間對球迷們來說頗為艱難。我理解這一點，但希望球迷們所看到的是那個真正在乎他們的我。我之前已經說過這一點了，我之所以放棄米德爾斯堡很好的工作來到這裡，是因為我一直夢想能來到狼隊，擔任這家足球俱樂部的主教練，所以我和我的團隊都很想接手這份工作。你們也能看到队員們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們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之前事情可能有些失控，但我覺得我們已經開始扭轉局面，逐漸建立一些勢頭。你们可以看到他們有所進步，而這種進步和提升正是我們想要的。整個狼隊現在的感覺很好，其實在此之前我們就已經有了一些不錯的表現，所以整體氛圍一直是積極的。當然成績無疑讓這種感覺更加明顯，但這裡從來沒有那種一片消沉的狀態。我們清楚自己處在一個困難的位置，但你仍然要享受每天來工作的過程。大家可以微笑，可以開懷大笑，同時也要非常努力的工作。我們既要認真對待工作，也要享受生活。現在確實有一種不錯的氛圍，我們希望能夠延續下去。我們追求的是所做事情的穩定性。現在回頭看，我覺得扭轉局面，開始拿到一些分數，本來就需要時間。剛接手的時候，球隊有些散，球員們情緒也比較低落，那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通過持續而扎實的工作，球員們逐漸接受了我們教練想要做的事情，在訓練中更有強度，也對我們的要求做出了很好的回應。我認為我們狼隊正在一步一步取得進展，但我們仍然希望繼續提升，這也是我們接下來要堅持做的事兒。值得高興的是，就目前狼隊而言，在我們所處的位置下，這一點尤其有意思。沒有任何球員來找我說，我想走，我想離開。我一次這樣的談話都沒有。現在這支狼隊就是為狼隊而戰，任何新加入的人也必須願意來狼隊，並且準備好投入這場戰鬥。很多球員都想去糾正過去一些的遺憾，他們想幫助俱樂部，也想為自己、為球隊取得成功。大家是真心投入的，這並不是說不會有人離開，但至少沒有人敲着我的門想要強行離隊，情況並非如此。是的，羅伯·愛德華茲說的就是老 K 非常喜歡的。即使全隊都知道今年降級已經不可避免，但我們每個人仍然要快樂、開心地投入工作，仍然要抱有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努力當中。事實上，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降級了還有機會再回來。但關鍵是先組建一支真正穩定、真正樂觀，而且永遠願意付出的團隊。今天狼隊的表現在場上將帥一心，每個球員我都能看到他的那種決心，這非常好。但也許老 K 因為亞洲人說話不太客觀吧，我仍然是最喜歡黃喜燦。倒不是對他有什麼偏愛，是真正在球場上感覺他在才有希望組織進球或者自己進球。那麼狼隊現在在積分榜上仍然只有8分，距離倒數第2名還有6分差距，距離第17名保級區的諾丁漢森林還有14分的差距。所以先不要想太多了，英超這種級別的聯賽競爭，首先是財力的競爭，是各位股東之間背後的角力。狼隊的戰績爛成這樣，卻沒有關於復星醫藥集團背後任何消息。沒有消息，同樣也就是一種態度。不過最近據說中國 U23 男足的隊長徐斌接近加盟英超狼隊，他過去是出自廣州恆大足球學校的青訓。正在進行的 U23 亞洲杯上，徐斌是全部打滿，21歲，司職後腰。在昨天對陣烏茲別克斯坦 U23 的比賽中，徐斌全場表現傳球成功率有 78%，
另外，全场2次嘗試搶斷，1次成功，還有1次解圍和3次奪回球權。這幾場的表現，徐斌在中國 U23 作用非常明顯，挺讓人刮目相看的。僅僅21歲的年齡，希望到了狼隊，無論是踢英超還是英甲，老 K 都會極力的關注，畢竟是咱們華人自己的球員，不容易呀。好的，朋友們，謝謝您的喜歡、點讚、分享和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